股东大家好，我是小军。今天我们来测的是一期1000元品牌羽绒服，我们买的都是国内相对比较不错的品牌，大品牌，基本上价格呢都是相对比较贵的，5、6、7、800、1000块钱左右。这些品牌呢是我们上一次在微博、B 站征集的，所以这一期你们不要怪我的审美，因为不是我选的，都是你们选的品牌。好一点的羽绒服呢都会用鹅毛、白鹅毛，便宜的呢可能用灰鸭毛啊、白鸭毛。如果是一件长款羽绒服呢，可能需要300、400克的羽绒吧。那鹅毛呢，最好的呢就是鹅的胸口这一块的毛是最好的，胸毛最好，所以最上等、最高级的羽绒服就是胸毛做的。我很少有说全用鹅的胸毛做的。OK， 这一期呢，因为都是一些品牌的假，觉得倒不存在，能够混成品牌也都不容易，至少是有一定的信誉的。但凡是一个混得不错的一个知名品牌，那么首先呢，它在做工上面呢不会出现问题了，因为这种都太基础了，也只有网红店才会出现做工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个人的感受就是，买羽绒服不建议大家买小店，我是比较倾向大家选一些知名品牌。那网红店呢，看你们的心情了，就跟割韭菜似的吧，割一茬又一茬，哎，一波大学生毕业了以后，还有新一帮大学生，所以这个永远割不完。总之呢，就是希望你们少交智商税。如果只能盲选，那肯定要选知名品牌，对不对？就像你们女生呢，选男朋友，反正丑的也渣，帅的也渣，有钱的也渣，穷的也渣，那干嘛不找个又帅又有钱的呢？听着是否有几分道理？我们这一期呢测评呢，主要是从它的填充物到底是什么毛，填了多少克，它外面这层面料好不好，它的拉链辅料这些用的好不好，然后综合它的价格来选几件我们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，推荐给大家。雅鹿啊，雅鹿真的太老了，我小时候的品牌。所有羽绒服呢，外面的面料呢都是聚酯纤维的材料啊，都是化纤的，但是有些做的面料不太一样。它这种呢就是更硬了，就是有点像冲锋衣的这种面料，抗风性要更好一点，也更力挺一点。207克的羽绒，我的200克已经是挺厚的了。中长款。将近1000块的价格，每一件衣服它的尺码不一样，它里面的含量也不一样啊。雪中飞是664块钱，一期215克。雪中飞和雅鹿，它俩真的是一模一样。整个的面料，这个说实话，我用手摸也好，对比也好，包括它的纹理、颜色都太一样了。这个我真的无能为力，我真的分辨不出来了。可能雅鹿这个面料呢，稍微比这个要硬朗一点点。雪中飞这个拉链呢，是远远不如雅鹿这个拉链粗，然后顺滑。雅鹿这个拉链稍微好多了。对比羽绒呢，甭管它的鸭毛也好，鹅毛也好，它如果是绒毛，那么它一定会蓬松，你这么一捏，看它什么时候飞护这个弹力，就它里面有空气嘛，你可以把它揉成很小一坨，然后再来看它的飞护。飞护的越快呢，它有时候它的蓬松度越好嘛。这种蓬松感呢，就是我们羽绒最牛逼的地方，保暖性。摸一摸，摸摸它里面的毛梗，毛梗越小，质量越好。单纯我摸的话可能摸不出来，它们俩真的很像，它们俩用的都是鸭毛、白鸭绒。如果是现在单纯我来看的话，因为它之间的价格差了将近400块钱，所以我肯定是要选雪中飞这一件的。所有的羽绒服呢，帽子里面不会放羽绒的，帽子里面放的丝棉，这是所有羽绒服的一个标准，就是帽子里面没必要放羽绒，浪费。拉下贝尔。664块钱，白鸭绒216克。拉雅贝尔今年遇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危机，公司都已经危在旦夕，关闭了好多家店。其实它整个的衣服，我个人感觉做的还挺时尚的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2年混得那么差。哎，服装品牌现在真的是，我都很同情他们呀。优衣库这一款，它的面料非常软，我天哪，这个就不知道耐不耐穿呢。这个面料非常薄。薄如蝉翼啊，填充量还好，摸起来足够厚，款式但是很丑。我的天，这个好舒服啊，191克，反正也不算多。美特施邦威664，我挺心疼美邦的，说实话，因为美邦已经在很多年前就应该开始转型，现在国潮的方向其实走的还挺对的。然后衣服的款式呢也挺好看，包括推广啊、营销啊也做的还挺认真的。可是这2年真的是起不来，我都真的心疼他们了。太平洋呢价格是最贵的，1040多块钱。太平洋这几年呢溢价非常高，就一件常规的衣服来讲的话，它都是要卖好几百，因为它火了。所以说太平鸟呢绝对是溢价，它的成本呢肯定没有那么高。老实说呢，太平鸟的衣服确实设计的很好看，特别是男装，我真的很喜欢。可是我从来没有舍得买一件，它价格真的是太贵了。这件羽绒服呢，我觉得它可能在面料上会跟今天这些羽绒都不一样。
整件衣服的面料呢是有点，就是你摸起来比较粗糙那种。但是还好，它没有那么容易皱，看起来可能这个面料呢比较粗糙，有一点点那种棉麻的感觉，设计感确实会比较不太一样。它这个帽子好大呀，1000块的价格不便宜啊。波士顿这件1399，170克的羽绒，面料挺不错的。波士顿这2年用的越来越好了，基本上已经可以成为国内最好的羽绒品牌了吧。去年呢还在尝试模仿大鹅，今年呢有所成长，我看请了设计师开始做联名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。我希望我们的国产大牌啊，你们火了，不要忘了我们消费者，好不好？刚火了一点点，又立马涨价，立马骄傲起来了。哎呀，我们现在火了，我们现在把价格定到跟国外的奢品一样，心里没点逼数吗？波士顿这件羽绒服呢，里衬也好，外面的面料也好，都不错。可是呢，1300多块钱，羽绒含量不到200克，这种稍微厚一点点羽绒服都是差不多在200克，大家都是白鸭绒，这个就显得有点贵了。鸭800块钱，人家是一只鸭，白鸭绒，毫子毛，这毫子毛有点薄，羽绒含量是191克将近200克。这个面料有些许的皱，但是洗一下倒还好了吧。拉链是塑料的，中规中矩，常规的。款式也是直筒的，反正也没有什么特点。唐诗509块钱，灰鸭绒，充绒量234克。灰鸭绒确实要比白鸭绒要次一点，但是它甜得多呀，230克，比较厚。面料呢也是很厚的，所以这件衣服整体的感觉很厚，也不贵。国内呢，我觉得最好的2个时装品牌做的比较时尚的就是江南布衣和太平鸟。这是我心目当中的2个最好的。速写也是江南布衣旗下的，速写是非常非常帅的男装品牌，但是速写的价格真的是哇，1-2000块一件外套，我的天呐！你们看我像是那种穿得起1-2000块的男装的人吗？我当然像，只是我舍不得买。江南布衣的衣服设计感真的很好看，我一直都想买江南布衣的女装，它的男装其实没有女装好看，只是也是出于价格908。这件羽绒服呢，它的面料非常舒服，肤感的那种面料，很薄，但是特别软，特别舒服。不过整体的质感还不错，厚度我看它加了多少绒 ，L 码是187克，白鸭绒，价格确实略的有点小贵。整件衣服呢是直筒的，很轻。非常非常轻，今天咱们买的所有衣服当中它是最轻的，因为它这个面料呢跟优衣库这个其实整个的感觉是比较像的，但是呢优衣库这个面料呢就是有点那种磨砂的手感，就你们知道，就是你摸它感觉有点涩，不是那个涩，它不是那么很滑的，一个是磨砂手感，一个是特别滑溜的手感。他们俩的衣服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，价格也差不多，但是优衣库这个呢，我觉得设计感没有那么好。优衣库呢其实比较讲究整个的性价比，所以它不是靠时尚设计来取胜的2种风格，这2个是今天同类型的。江南布衣呢，这个是有一点点这个形状，就是从腰这一块呢，腰这块有点往外突出，然后往下面又有一点收，而且颜色是这种有点灰，然后呢，它的羽绒呢是有一丢丢透，好看，这个好看。伊曼呢一直是以棉麻为主打风格，但是说了实话，棉麻在做羽绒服真的很不讨巧。就它的面料其实挺好的，皱皱巴巴的，然后不显质感，就会让人家觉得好像不贵、很便宜的样子。伊曼呢这2年在走下坡路，整个伊曼的旗舰店我们看了，销量非常惨淡，我都替他们担忧。毕竟当年也是一个很火的一个国产品牌，其实有点遗憾，不知道这2年有什么问题。就这件衣服已经是他们店铺里面销量非常好的，并且是主打款。你看看这一件，然后再看看这些，我真的不开玩笑，对它没有任何敌意。每年我们测羽绒服呢，伊曼的必不可少的，恨铁不成钢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价格是449块钱，价格倒不贵。白鸭绒153克，对于这个价格来讲的话，充绒量倒是够的，但是整个的衣服显得特别小气，小家子气。然后整个的面料呢，有点亮片的那种感觉，上面有点发光的，所以实际上看起来很没有质感。所以对不起伊曼，这件衣服真的跟他们比的话，真的有点OK， 今天的几件呢，首先呢，我觉得这2件呢，其实一个雅鹿，一个雪中飞，其实争议性比较大的。来，我们弹幕互动一下，你们觉得哪一件比较值？从面料各方面来讲的话，它们其实差距并不是非常大。但是雅鹿950，雪中飞呢600多块。出于性价比来讲的话，我比较推荐雪中飞这一件。然后唐诗和美邦呢，这个就是国产的快消品牌，包括深马，像我们这次没买。
其实他们这种品牌呢，整个的定价呀，包括设计感呢，其实都非常像。所以呢，他们的价格也好，做工也好，其实都在对标彼此。典型的竞争关系，深马呀、唐诗啊、美邦这几个品牌，风格路线完全一样。所以这3家，说实话，闭着眼都可以买，不贵，只要款式你喜欢，只要他们的品牌你们不讨厌，性价比呢是没问题的。那江南布衣呢和优衣库呢，优衣库真的没必要扯，它的性价比摆在那里面，无论它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它都是这个大品牌当中性价比最好的，所以你基本上是没得挑，没得选。你喜欢的话你就买，你不喜欢你就不买，你也卖不了吃亏，你也卖不了上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2件呢，正好它俩的面料啊，整个的风格啊，包括里面的羽绒啊，感觉都特别相似，都很轻。这2件是今天最轻的。如果说论时尚感呢，还有包括手感，我是更喜欢江南布衣这件。它这个手感我比较喜欢，优衣库这个手感我感觉挂我手皮，因为我的老手带手茧的，老挂我手皮。但是江南布衣这件真的太贵了。太平鸟这件呢，其实设计感是我觉得还可以，然后价格虽然说有点贵吧，但是人家确实整个面料啊、设计感都很好，所以呢，我也觉得是值得推荐的。江南布衣和太平鸟，他们2家的面料啊、设计包括版型都会相对比较不太一样，不至于你满大街穿的都跟你一模一样的。波司登呢这一件我真的不推荐了，对不起波司登爸爸，比起来的话，这件确实没有他们的含绒量高，而且价格也不便宜。所以今天呢不太推荐的就是波司登、乐听，然后拉夏贝尔，还有英曼，然后包括丫丫这几件呢，我觉得相对来讲没有这几件好。再次声明，他们不是不好，他们都非常好，做工面料都没有问题，羽绒也没有假的问题。大家都知道我们某测评呢一直以来是讲究的是性价比，千万不要来怪我活着好不容易啊！对不起各位爸爸们。OK， 那这一期呢，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？如果有的话，希望帮我们一条龙服务点赞3连，然后老规矩来微博，我们抽1个小股东，然后送1件羽绒服，希望都支持我们这期视频，拜拜拜拜，耶耶耶。